哎，您好，您看一下我们这个保险啊。 医生，我儿子是胳膊、腿经常疼，而且越来越疼。我给他拍了片子，也看不出什么问题，他也没有感冒、发烧什么的，就是天天疼，特别疼。小朋友，来，我帮你听一下。去风湿免疫科吧。风湿吗？是风湿免疫系统的问题吗？去吧，会有现早发现的。去吧。哦，好，谢谢医生啊。妈妈带你去风湿免疫科。下一位。什么症状啊？医生啊，我这腰疼，疼了好几年了。都说是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可是我拍了片子了，这腰没问题啊。去风湿免疫科吧。啊？怎么又是风湿免疫科啊？去吧，会有新发现的。我。 往前走，经过引导台左拐，看到扶梯上2楼，然后直行。第一个路口右转50米左右有个卫生间，卫生间的右手边就是。啊，好，谢谢啊。风湿免疫科这哪儿有啊？下一位。云哥，以你的看诊速度，早就看完了。你要不要去后面补个觉？ 风雨雷电日，急诊忙翻天呀！想补觉，做梦吧你！喂，圆圆，什么情况？心脏中刀，需要抢救。已经通知手术室备血，旁边 B 超了。来，快，走，快去电梯！小圆，你今天不是出假了？网络上不见一位大哥骂人遛狗不拴绳，骂急了对方拔刀就捅，快！ 患者心跳缓慢，心音遥远，意识已经丧失。小医人，来，加开。收到。我是海城医院马上入职的医生，来不及了，请相信我。手套，铺弹。
撤了！喂！马上抢救！小张，跟我来。哎，衣服、裤子、鞋，干洗费500，来付就算了，微信还支付宝啊？啊？哎，云哥，不是这人谁啊？怎么走了？这要是医务处问起来，咱怎么解释啊？没事儿，会见面的。我不要罗伯莱纳。莱纳博士的来华手续已经办好了。病人有权选择他自己的主刀医生。我已经选好了。证人，你选的就是你的学生，他又不是我们医院的。他是。什么时候？今天。他今天会来报道。你要让一个介入医生来给你做胰头癌手术？他学的就是普外，后转的介入。那更不行，他才多大年纪啊？怎么能跟莱纳博士相提并论呢？一个医院如果连院长病了都只能请外面的医生来手术的话，这样的医院谁还敢来？我的手术必须由海城的医生来主导。如果手术失败了怎么办？你看看这雨，听听那些救护车的声音，每到这种天，事故就特别多。被拉到这里来的，有哪个不遭罪的？有人残废了，勉强活了下来，却倾家荡产；有的人有钱，却活不成啊。医院是命运的起点，终点也是转折点。老伯，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我是想说，如果手术失败了，我认。老师，仅就片子而言，病情较重，但肿瘤组织附近没有粘连，可以手术。当年我临时调到南大去坐诊，你来进修。我跟你说过，希望你继续搞外科。介入要接受辐射，对身体会造成一定的损害。我不吸烟，也不喝酒，没想到也得了这个病。证人啊，你看看我现在的样子，你还要坚持搞介入吗？也好，海城是以骨科起家，我这个放射科的
监考介入。老潘退了以后，我当了院长，忙得根本没有时间手术，可是也就没发展起来呀。程然，我的手术交给你了，海城的介入科也交给你了。我认识老布的时候，他的梦想是创办中国的曼欧。得了吧，曼欧的宗旨是患者需求第一，他赚钱第一吧？你不了解老布。2000年的时候，老布和潘老还有另一个朋友一起创办了海城，一步一步扩张成现在这个样子。早些年出了一件大事，差点倒闭，所以他才把赚钱放在了第一位。我能理解他，梦想是梦想，梦想终究要为现实让步的。但你是为梦想让步了现实啊！要不是你给他拉来聚合投资，他能当上院长啊？海城能有今天？是啊，想想那个时候真的挺傻的，还怀着孕呢，就要跑去给人家送血浆。患者的命是保住了，可我肚子里的孩子却没了，而且再也不会有了。对不起啊，花儿姐，我不应该提这个。没事。从那个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海城就是我的孩子。这些年，我送走了爸妈，送走了哥哥嫂子，送走了我肚子里那个没缘分的孩子。现在轮到了我老公，这次不一样。海城已经不是当年的小医院，它是本省最好的民营医院，拥有最顶级的医疗和人脉资源。我要让全世界最好的医生给老布做手术，我要让他活着。他会没事的。喂，苏总，证人来了，请他进来。做过73台微波手术，死亡率0，遗漏并发率也才12%。苦外出身，没结婚，没孩子，为什么转介入？创伤小，恢复快。没了。没了。按理说，你的履历这么漂亮，再加上你是老布在南大时候的学生，他又指定你为他做手术，我不应该拦着。但是，我已经请了国外的罗布莱纳博士，
他的名字你应该听说过吧？作为家属，我更希望由莱纳博士做这台手术，所以，抱歉。但作为院方，我非常欢迎您加入海城。介入手术创伤小，恢复周期快，正是我们想要着重培养和发展的科室。欢迎你加入海城。我看了老师的 CT、MRI 片子，对比前2周差别不大。所以，但我刚才看到他本人，皮肤蜡黄呈柠檬色，是很鲜明的黄疸症状。跟我对话期间，一直揉着小腹。再根据这几天的住院记录显示，呕吐和腹泻的次数频繁，病情应该比片子所呈现的要严重很多。所以我认为他可能已经不适合手术了。片子给国外的好几个专家都看过，都说可以手术。那如果片子影像本身就有问题，片子本身会有什么问题？我们可是海城最好的民营医院，那么就是人工操作不当。我们的放射科也是从全国各地挖来的精英。你说的总之，我决定了。老师知道换主刀吗？我会说服他。他就是布尔天点名要的主刀啊。嗯。5年前，老布在南大授课的时候，他来培训。老布每次回来提起这个学生就赞不绝口。我说他这么好，为什么不挖来海城呢？他说不想耽误人家。结果到底还是来了。医术还行，急救时候挺冷静的，但是胆子太大，容易出格，而且还不擅长跟同行沟通，是个问题医生。比你还有问题。哎，我可是很擅长跟同行沟通的。你帮我看着他，不要让他介入老布的手术。万一闹什么幺蛾子，也第一时间来告诉我哦。明天早上莱纳博士4点的飞机，你去接机。又让我盯人，又让我接机，真把我当杂役使啊！你如果肯上手术台，我立刻把你养通大神供起来。我还是去接机了。护士长呢？看见护士长了吗？怎么了，洋洋？怎么了？院长夫人突然说要做手术。怎么忽然做手术？手术？什么手术？我在。伊人，你怎么在这儿？哦，我昨天不是送了一个中刀的患者吗？然后他下了手术，进了 ICU。我下台回来太困了，一不小心睡着了。不过还好我没走，我可以手术。你是真的爱做手术。行，赶紧走。嗯，走。Welcome, Dr. Sabrina. Thank you. It's urgent to save life. Let's go. Okay, this one, please. “云哥，值班的孩子有福报啊！有生之年竟然能够看到罗伯莱纳大神的手术。”院长，我们准备麻醉了。好。
到这儿来的。I'm 贺锦。I'm so glad to cooperate with you, sir. 哦，好饱哦。 你画帐篷干嘛？爸爸在设计 logo。去年水灾啊，爸爸和潘老师还有你布叔叔，在帐篷里救人的时候，有了这么一个想法，我们决定一起来创办一家医院。哎，那这3条线，是不是就是指你们3个人啊？ 最终还是让莱纳博士做手术吗？我听说院长想用另一名医生。一个是世界顶级名医，一个是初出茅庐的新人。你是院长夫人，你选谁？也是。不到15公分的切口，漂亮啊！那这么小的切口，后期吻合能够吗？你以为人家都是你啊？你来做什么？我说过，这个手术不需要你。糟了！怎么了？肿瘤扩散了，侵犯了周边的组织。怎么会这样？我说过，术前影像有问题。虽然肿瘤已经侵犯了周边的组织，但是以莱纳博士的技术水平，应该可以拿下这台手术。 Surgical dissection cause heavy bleeding and lead to patient's death. Doctor, what can we do? You shut up and be quiet. 莱纳博士犹犹豫豫的，再这样下去，院长会不会？不会，还有机会，肯定还有机会。 他不能死，我还没找到答案。
机会1%。I declare termination for surgery. Close the abdomen and send patient back to work. Doctor， 这。 Mr. Rubber. I'm sorry. The preoperative radiologic examination provided was in favor of surgery, showing no adhesion between tumor and surrounding tissue, but it's totally different. And the tumor grows too fast, you know. What shall we do now? What else can we do? Sorry. Doctor! 手术继续，转介入，立刻备胎。你确定吗？先用介入栓塞堵住血管，然后再进行微破手术。这种时候已经不适合微破手术了。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1%，但起码不是0。好，继续手术，郑医生，拜托了。这本就是我的手术。 你们都出去吧。血管堵住了，继续肿瘤组织粘连剥离。先歇会儿吧。保护血管，这个位置有条隐性的肿瘤沟压血管，小心一点。 切除一头和12指肠。组织血。郑医生，手术还需要持续多久？2个小时左右。 继续备药。好。
这算是成了吧？成了吗？成了，虽然后续很复杂，但已经问题不大了。真的？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官复。手术结束。12指肠并发症极多，需送入 ICU， 确保深层灌注。收到，辛苦了，郑医生。我叫谢依人，以后多多关照。郑医生好，我叫武英英。我叫贺乾。莱纳博士都做不了的手术，他居然做成了。这个人是谁啊？他叫郑仁，介入科新来的主任。这么年轻就是主任了，那跟我们云哥一样聪明。郑仁，我向你道歉，谢谢你。我说过，错误的影像设备误导着医生的判断，盲目轻易的手术只会造成患者的死亡。这次能救回来是侥幸，那么下一次又会轮到谁？你真的不知道术前影像有问题？我知道，那是以前的片子。那你为什么这么做？就是因为侥幸啊，希望能够手术，希望手术能够成功。正是因为怀着这样的侥幸，才有了这次的奇迹。如果是精准的片子，莱纳博士不会来的，你也不会来的。你们会让我放弃，去想别的办法，那些更遭罪的、更煎熬的办法。明知道没有机会，却还要去博取机会，这就是患者家属存在的意义，不是吗？但你不仅仅是患者的家属，你还是医院的董事，对医生隐瞒病情是不负责任。而身为医生，劝家属放弃，选择更遭罪的治疗方案也是不负责任。你不是问我为什么转介入吗？寻求更人文的治疗方案，就是我转介入的原因。吃饭，今天做的可都是你最喜欢吃的，要多吃一点，听见没有？有酒吗？我想喝酒。等你身体彻底好了，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我就是想喝酒。
年轻的时候，为了上台做手术，怕手抖不敢喝。后来当了院长，责任重大，更不敢喝。再后来生了病，要治疗，还是不敢喝。现在好不容易手术成功了，但还要养身体，依然不能喝。一头爱的最佳预后是5年，那就意味着这5年之内，我一滴酒都不能沾。我不想这样活着了，不想了。先把饭吃了。我们离婚吧。什么？离婚吧。为什么？为什么？你就当我像苏云那样想明白了，或者是当我死了吧。那海城呢？跟我没关系。你不但要跟我离婚，连海城也不要了。老伯，你现在头脑不清楚，我拒绝跟你交流。等你好了，我们2个再说。阿离，我还经常做那个梦，那个16年前发生的意外。我一直在问自己，如果现在再发生那样的事情，我会不会还像当年那样，为了保住海城而牺牲一切？答案依然是一贯，我会。可这次生了病，我害怕了。我满脑子想的都是酒，是放弃的手术刀，是我们无缘的孩子，还有我最好的朋友。陈淼，我坚持不住了。喂，袁律师，我的丈夫要跟我离婚，请确保我的利益最大化，尤其是海城医院。既然他不要海城，那我要。请帮我说服其他股东，让我接管海城。
哎呦，霞姐，好不容易补个觉，能不能晚点收垃圾啊？不好意思啊，云哥，吵着你了。哎呀，我这不是一会儿要去拿那个复查报告吗？想着赶紧把手里的活儿给做完了。复查？啊，哎，对了，上次复查怎么样啊？上次挺好的，希望这次也没事儿。要不都对不起人家常医生的一番苦心呢。走了啊。拜拜啊，霞姐。拜拜。又巧了，邻居啊。你还喜欢养花呢？养的还挺不错的。谁稀罕呀？哎，对了，正好碰上了啊，把上次欠我那洗衣服钱还了吧？哎，500块呢，500。患者您好，还有一份报告被打印，请耐心等待。大早上起来就没饭吃，老公，去哪儿了？不做饭干嘛去了？对不起啊，老公，我这几天不太舒服，我上医院来复查了。早上出门急忘做了，你要不出去买点吃吧？好吧。买点吃不得花钱呢？怎么又咳嗽？感冒了吧？我跟你说什么来着？让你多穿点衣服，好好休息，你就是不听。这病刚好又病，你觉得咱家过得太好了是不是？我没大事儿，我就是睡不好，有点拉肚子。睡不好拉肚子，我睡得好吗？你说说你啊，天天的除了病就是病啊，这家里头什么都吃不上。我容易吗我啊？老公，现在连口热乎饭我想吃都吃不上。我复发了。什么？老公，我该怎么办呀？老公，老公，喂。赶紧去那边拿药。堂堂介入科大主任，连500块都还不起啊？有病？什么？你有病？治好病再跟我说话。你居然敢嘲笑我有病？看吧，这就是嘲笑我有病的代价。边儿去！看来他也嫌弃你。哎，就是你，就是你，苏云，哎，苏云，哼，我可找到你了，我要投诉你。云哥，他一大早就跑来急诊找你，还不挂号？挂什么挂呀？啊，就是你们两个，把我忽悠到了什么风湿免疫科，我花了几千块钱呀做检查，什么都没查出来。哎，大妈，咱们有话好好说。什么眼神？你叫谁大妈呢？你们院长呢？我要投诉！大姐，大姐，哎，小姐姐，那个查不出病因是常有的事儿。啊呸！我儿子都上网查过了，腰间盘突出得看骨科。你让我上风湿免疫门诊，我能查出个什么？腰疼不疼？我这腰啊，这几年是越来越疼。疼痛有规律吗？啥叫规律啊？就是活动后越来越重，干活后疼痛会很剧烈。哎，是啊，我就拎几斤的菜，我到了家呢，我就感觉我这个屁股疼，典型的呀，腰间盘突出的症状呀。的确是。你看是吧？嘿，这俩医生什么玩意儿啊？让我去看什么风湿？胸疼不疼？干嘛？耍流氓啊你！我怀疑你得了 CEPHAL 综合症，是以滑膜炎、痤疮、
脓包疮、骨肥厚骨髓炎等病症的综合体。一部分患者合并带状疱疹，就会出现胸部疼痛的症状。建议你去风湿免疫科拍个 PET CT 或者全身骨断层扫描，就可以确认。哼，你们不会是想联合起来再坑我花钱吧？你可以去别的医院的风湿免疫科，让他们按照这个查。行，如果不是，哼，你们都给我等着，尤其是你，还有你。郑哥，他真有塞弗综合症，你咋看出来的？脸部有痤疮，他的痤疮和寻常型不一样，也叫反常性痤疮、聚合性痤疮。50岁左右突然长青春痘，就要小心是不是这个病。云哥，所以你一早就发现了，才让他去的风湿免疫科。郑主任，那个把自家的患者往别家医院推，这个不太合适吧？身为医生，对患者的病情不坦言相告，明知病因却含糊其辞，继续诱导他花大量的钱在繁琐的筛查上。正是因为海城有你这样的医生，才需要别家医院来诊断治理。大量繁琐的筛查，那如果没有这些大量繁琐的筛查，你怎么能100%断定他就是 C 波综合症？患者投诉怎么办？所以你一开始就要明确地告诉他，为什么要去风湿免疫科，为什么要做那些检查。那您觉得您刚才洋洋洒洒、乌拉哇啦你一大堆，患者能听明白吗？身为患者可以不明白，但作为医生，必须解释。等等，你是在教我做事了？当然。快点！哎呀，发生什么事了？霞姐要跳楼。上楼？你在哪儿？302的病床需要打扫，你快点来。还有314，患者说找不到辩护了，赶紧过去。冷静，霞姐，冷静，冷静，别过来，你们别过来，我们不过来，你冷静一下。这是咱们医院的保洁吗？是，她叫于云霞。为什么要跳楼？她去年在咱们医院确诊了肝癌，好不容易做了手术，前天复查又复发了，本来就欠了很多外债，再加上这次的手术费，她就更无力承担了。她没有医保吗？医保能报销大半部分，但剩下的部分她还是承担不起。喂，我马上过来，马上。你去哪儿啊？于云霞要跳楼，我知道。你知道啊？哎呀，你听我讲2句，就2句啊！我觉得现在这时候啊，你出现在那里不合适啊。哎，毕竟手术是你做的嘛，你要避免他看到你之后情绪失控。哎，我做的手术很成功，是我们都知道很成功啊，可是复发了呀。而且，我们要相信现在的苏院长一定能把这个问题啊，妥善处理好的。霞姐也太想不开了，虽说做不了手术，但可以去肿瘤科化疗啊。肝癌没有特效药，就算是靶向药物，药效率普遍低于10%，而且很贵。给他家人打电话了没有？他父母都已经过世了，有个老公，
一直联系不上。继续谈，一定要联系上。秀秀，我跟你去。小周，联系程月。别去刺激他。不是刺激。别过来！你别过来！你别过来！小姐，别过来！小姐，小姐，不要！小姐，我看了你的病历，癌症的确复发了，但还能手术。癌症晚期，还能手术？肝癌介入栓塞术。你知道肝癌介入栓塞术吗？根据你的病情，有一种比化疗和吃靶向药更有效的办法。你相信我，你的病能治，我可以治好你。谢谢你，可我没希望了，没有了。为什么？上次我确诊，手术钱不够，是你们大家筹款帮我垫付的手术费。做完手术我就想，为了你们这些人，我也要好好的活下去。我按时吃药，定期复查，我努力工作，我就是想着我能多挣点钱，好赶快把你们大家的钱都还上。我真的想好好的活，我真的也努力的活，可是这为什么呀？老天爷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霞姐，你相信我，你的病能治。不治，不治了，我不治。为什么那么多人努力的想要活下去，没有选择？为什么你有选择却要放弃呢？我也没有选择，我从来都没有选择。你有？我没有。我欠你们的钱，我下辈子一定还给你们。霞姐，霞姐，霞姐，月姐，常医生，常医生，谢谢你们上次救了我。对不起，让你们白救了。在医院待得久了，其实我也知道，像我这样的人，不值得你们救。一个人只要进了医院，就必须救。生命在医院的意义和价值高于一切，这就是医院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别说话了。霞姐，你的情况我最清楚。走到今天这一步，你做任何决定，我都支持你。就算你要跳下去，我也不会拦你。
这是你上一次病好的时候送我的胭脂鱼。你说你养了它很多年，花开的时候特别绚丽，就像天上的鱼霞一样。我没骗你，它开花真的很好看。可是我太忙了，没有时间照顾它。它在我这儿一直没有开过花，所以我今天带过来，把它还给你。你不要吗？好，那我也不要了。别扔！我养了它3年，它还好好的，它一定能开花的，你别扔啊！别扔！你也好好的。你这病能治，能治。还能治，治，那能治。长一点，少一给公安的同志们添麻烦啦。人我们已经劝下来了，对，后续我们一定会跟上心理辅导。好的，谢谢。哎，再见。说吧。肝癌介入栓塞术。我知道你会做，但你也听到了，他没钱，家里人也不支持。一台手术这个价，再加上术前检查、术后护理，还不止1次，需要做很多次手术。期间又没有劳动能力，医药费谁来出？但他也是海城的一份子。他是外包的保洁，临时工。我不能免费为他做这个手术，我们不是慈善单位。看来你跟老师也没什么区别。站住！把话说清楚。海城医院最初创办的理念是成为中国的曼欧。老布跟你说的。但曼欧并不是因为赚钱而创办。在成为最赚钱的医院之前，它首先是个最能治病救人的医院。老师这一辈子赚了很多的钱，那又如何？这些钱没能让他更幸福，这些钱也没能让他更长寿。怎么没更长寿？没有钱他能做这个手术，能活下去？让他活下来的是越来越先进发达的医术，并不是钱。老师已经认知到了这一点，他认为自己的前半生过得毫无意义。那么你呢？你现在接手了海城医院，你也想让自己的后半生这么没有意义是吗？医院是为了治病救人而存在的。你说完了吗？我说完了。这年头还有这样的人，是不可理喻。是啊，简直是不可理喻。居然还有爱灌毒鸡汤的人。哎，不过花儿姐，你真的要跟老顾离婚啊？是他要跟我离好吗？他要喝酒，他要离婚，他要上乡下去种田。那你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离就离，但海城必须给我。那你想过未来的经营目标吗？怎么，你也要跟我灌鸡汤？不，我最讨厌毒鸡汤了。不过刚才有点大8 250那个说的没错啊。满欧诊所之所以是世界上最赚钱的医院，就是因为它最能治病救人。你说完了吗？我也说完了。759成于云霞的手术费从我这走。去3楼取药吧。余额不足，刷不了。稍等。也不行。还从你这走吗？王姐，扫我的。不客气。那个，我叫谢依人。不好意思，我起名字不太行。我会尽快把钱还你的。那我可以收利息吗？多少？用手术还吧。以后您的手术提前1天告诉我，我尽量调班给您配台。为什么？我从小就喜欢看手术，尤其是高难度的手术。可是我自己不敢上手做，所以才当了器械护士。我是很专业的器械护士，上次手术你应该已经看到了，有我给你配台，你不用说话，我就可以提前把器械给你。好，一起手术。真的，您答应了？肝癌介入栓塞术，明早8点。收到。哎，你等一下。那个机器。上一勺，多喝水，明天见。哎，下班了还不走啊？是。听说你帮云霞交住院押金，还是借钱交的？你知道后续这个病还需要很多钱吗？我查了一下，海市目前还没有肝癌介入栓塞术。作为新项目，可以向市里申请报销，最高金额可达1半。那另一半呢？你继续出啊。你到底想说什么？我就是挺好奇你的想法的，所以想采访你一下。第一，肝癌晚期，就算是介入栓塞，也不一定能治好。第二，就算手术成功了，后续还要做好几次手术，那后续的开销每次都要1万左右，你能贴补几次啊？第三，就算全部没有问题，他也活不了几年，他的生存价值值这么多吗？生存价值？无父无母，无儿无女，老公也跑，他学历又不高，即使这样，你也要救啊？我不知道原来生存还需要价值。生存不考虑价值，但是有价值的，总可以生存的久一点。
那么，一个因为医疗事故而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医生，一个无法再做手术的医生，一个失去价值的医生就该死吗？谢谢你来劝我。不过人各有志，我有我的职业操守。我去趟放射科。这个点去放射科，不行，为什么？因为64排 CT 不是急诊项目，不值班。你把钥匙给我，我可以自己操作机器。郑医生啊，你刚来医院，可能对医院的规章制度不太了解。首先啊，放射科跟介入之前虽然是合并的，但那是部院长的关系。现在你们已经分出去成立独立的科室了。所以按照原则，放射科的机器只能放射科的人操作，其他科室是可以借用，但得打报告申请啊。然后按照放射科的规定，我已经下班了。我的患者明早需要手术，今晚我必须做这个3维重建。你什么意思啊？哎呦，罗主任，怎么的，罗主任？来，小姐先坐啊。罗主任，又年轻了啊。好久不见啊，小苏。是啊，急诊科24小时随时待命，哪像您啊，到点就下班，还有体检费，生活太滋润了。但是今天有人不让我下班了。小姐啊，什么时候开始？你先别说话行吗？罗姐姐，没办法，肝癌介入栓塞术还是第一例。这要做成了，咱们院可就牛了。您别跟新来的一般见识啊！来，辛苦。不是，你知道我们哎呦，姐，您知道的，介入科医生很苦的。那当年我在介入科实习那会儿，有一个手术，患者的肿瘤供氧血管有一根是从膈动脉分支下来的。当时我跟老师披着几十斤的铅衣，足足在手术室里面站了4个小时才找着。您说当时要能先3维重建找着了，得省多少事儿啊？啊？9点我必须回家。我亲自开车送您回去。现在可以开始了吗？我点了外卖，咱们先吃了再考。行，那我先给家里打个电话。好，那就辛苦了啊！我又帮了你400-500。哼，这是什么意思呀？放射科不以患者生死为重，不按医院规章制度行事，讲人情走后门，而你不以为耻，还挺骄傲。这就是现在的海城医院，烂透了。让开。又吃包子了。64排 CT 3维重建，我得好好学习学习。不是你也不上班，你不去相亲跑这儿来干嘛来？哎呦，云哥，咱也得有亲可相啊！姑娘们一听我是住院总，早就给我发好人卡。我还是多学学，早日当上主任。好好走走着啊。罗姐，郑哥操作的还行吗？现在技术水平发展真快呀，术者都能自己冲家。
这再过2年，我们辅助科室的人都该下岗了。不是云哥，郑哥这干啥呢？寻找肝脏边缘异常的信号阴影，看看是不是肿瘤的供氧动脉。这么麻烦，那这要每个病人来这么一趟，那得费多少功夫啊？磨刀不误砍柴工嘛。这里，什么？新增生的动脉。阿成，血管出自肝动脉支，具体到手术时验证。那彩色图纸得明天才能做出来。那我明天来取。不，我明天亲自给你送过去啊。那个郑医生，我还有点事儿问问你啊。哎，罗主任，我开车送您啊。不用，你先回去吧。您别摔着。云哥，原来你也有不好使的一天。这是何方神圣？